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是少数可以从量子物理领域拓展到大众文化的物理原理之一。他指出，不能同时既知道某物体的具体位置，又知道其运动速率。它在各个领域作为隐喻使用，无论是文艺评论还是到体育评论，都有它的身影。不确定性常常被认为是测量时产生的，因为对于一个物体位置的测定会改变该物体的速度，反之亦然。但真正的原理更加深奥，更加奇妙有趣。不确定性原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宇宙中的任何东西都同时表现出粒子和波两种性质。在量子力学中，一个物体的确切位置和速度没有任何意义。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表现得像粒子或像波究竟是什么意思。粒子按其解释存在于任意瞬间的一个单独的空间里，我们可以用像鞋钉一样的图案表现它，从中我们可发现要在特定空间里找到某物体的概率。在某个特定地点，概率是100%，在别处则都是0%。波则是扰动在空间中的传播，就像是湖面上荡起的涟漪。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波作为一个整体确立它的一些特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波长。波长是相邻两个波峰之间或者两个相邻波谷之间的距离。但是我们并不能给它分配一个特定位置。波有很大概率处于各种不同的位置。波长是量子物理的基础，物体的波长和它的动量是息息相关的，动量等于质量乘速度。一个快速运动的物体有很大的动量，所以波长很短。一个很重的物体本身具有很大的动量，即使它并没有快速运动，同样的也代表了它的波长很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观察不到日常用品的波的性质。如果你将一个棒球置于空中，它的波长是1米的1/1000000000000001，实在太小了，基本不可能检测到。但更小的物质，比如说原子或者电子，则有足够大的能在物理实验中测量出的波长。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纯粹的波，我们就能测量它的波长，从而得出其动量，但得不到它的位置。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但它却并没有波长，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动量。为了同时得到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我们需要融合两个图像来创造一个有波的图，但只能在很小区域里。我们如何来做呢？通过将不同波长的波进行融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量子物体具有不同动量的可能性。两个波相加时，我们发现有些地方两个波的波峰对齐并组成更大的波，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一个波的波峰却跌到了另一个的波谷里。于是有些地方我们看得到波，有些地方则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再加上第3个波，那些波被消减的区域就变大了，加上第4个依旧变大，但波的区域逐渐变窄。如果持续添加更多波，就能得到一个波包，在一个很小区域里有确定的波长，这就得到了一个同时拥有波的属性和粒子的属性的量子物体。但为了完成这一点，我们得到的位置和动量就都不具备确定性。而且位置并非限定在一个单独的点上，有很高的概率在波包的范围里的任何地方找到它。我们通过多个波相加的办法找到了这个波包，于是我们就有可能找到其中一个位置的量子物体拥有与之相应的动量。所以位置和动量现在就都是不确定的了，并且这种不确定性是相关联的。如果想降低位置的不确定性，就得用更多波相加，构造一个更小的波包，导致更大的动量不确定性。如果想更明确得到动量池，就需要一个更大的波包，于是导致了更大的位置不确定性。这就是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最初被德国物理学家 Werner Heisenberg 早在1927年提出。这种不确定性和测量的好与坏无关，是一种结合波和粒子两种性质之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不确定性并不仅仅是测量上的实际限制，它是一种对于物体只能有一种性质的限制，并建立在宇宙本身的基本构成之上。观看本视频，深入了解量子力学这个令人惊奇的世界，看看自己是否能够理解该领域最著名的思维实验。